多亏了周大哥帮衬，小店才能顺利开张。这些请周大哥一定要收下，全当送做伯母的一点心意。哦，这些就是所谓的胭脂。这一匣是香雪粉，这一匣是流云霜，这一匣是扫眉用的烟末和打腮匣用的飞霞粉，这4个是口脂，分别代表春夏秋冬4个颜色：点桃、锦薇、丹桂和薄梅。那这在我看来，都是大致相同的。比如这2个颜色看起来不尽相同啊，又有何区别呢？说起来倒也怪得很，这胭脂颜色的区别，男子往往瞧不出，可我们女子只要瞧上一眼，就能看出这一套4季的颜色搭配的既实用又新巧，配在一起有千变万化的妙处。希望玉茹的心意能让伯母喜欢。啊，那就多谢三妹了。少夫人，咱们这么缺钱，怎么还把最好的货送给别人？咱们买卖小，地方偏，想要吸引更多客流，就需要一些比炮仗一类声势更浩大的东西来吸引。是什么？口口相传。这多新鲜！哎，你这都烂了，你就送我。哎，这不行啊，公子！公子！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来买菜的。少夫人说了，早上菜虽然新鲜，但是贵了些，晚上上摊的时候菜最便宜。正好，你帮我琢磨琢磨，我应该买些什么啊？月钱呀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，我想买些什么送给夫人，买什么合适呢？买什么？娘子，算账呢，累不累啊？今日看上去怎么这样高兴啊？我啊，发了饷银。你猜我买什么了？买什么了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说了吗？这幽州的胭脂不讲究，要把它做成气候，让所有人觉着这大丈夫要是不买花绒胭脂送给夫人，那就不是好男人。这跟以往的礼物可不一样，这是我自己挣银子买的。哎呀，为了不让你知道是我买的，我也是费尽心思。虽然现在还买不起最贵的，但你等等，等我攒够银子，再送你一套。平人间，巨浪沧桑，硝烟滚滚，护你裙角。不开心？实话同你说吧，
最近铺子的生意不太好，十几日了，只卖出些零零散散的小物件。有一件还是你买的，我只知道开局难，没想到会这么走。一生只一盏灯。万事开头难，再等等。柳老板这么厉害，一定会扭转乾坤的。可我已经想过法子了，周夫人那边还是没有动静。周夫人，我早就打听过，周夫人是幽州高门女眷中最喜热闹的，家中常有小聚，请的都是幽州名门深董家的内宅。我们铺子位置不好，知道的人不多。我原想着借着送礼物的由头，希望周夫人帮我们散散名声。没想到十几日过去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说我是不是法子用错了？仅有的本钱都赌进去了，要是还没有起色，哎呀，先别急，万事开头难，再想想办法啊。月姨娘在铺子刚开张那会儿啊，马屁拍得可勤快了，成天追着我问分红能给多少。这近来瞧见生意不好，她索性连床都不起了。哎呦，刘老板！哎呀，刘老板，您来有何贵干啊？刘老板，我可是来给您帮大忙来了。帮什么忙？哎呀，您看，您这匣子啊，样子不错，我拿回去啊，可以装点心卖。要不我开个价，都卖给我，好不好？谁说我要卖？哎，你看你这也没有一笔生意，眼看着店租都交不起了吧？不打折卖给我，难道要喝西北风啊？我们不卖，请您回去吧，谢谢。你出去，刘老板，出去！刘老板，再商量吧。不卖，刘老，你出去吧你。少夫人来客人了。周夫人亲自来了，还带来这许多朋友，如此赏光，玉茹实在不知如何是好。是柳老板的胭脂好，我这几个老姐妹呀，一见着就挪不开眼了，非缠着我问我是在哪儿买的。这不，我磨不过他们，只好带他们来叨扰你了。这是小店的福气，蓬荜生辉了。诸位夫人，里面请。看看这边，这哪里是蓬荜呀？我还从未见过哪家胭脂铺子布置得如此精巧细致。诸位夫人，这一套四季是本店最贵重的装品。我们店的胭脂用的都是昔日扬州最好的方子，里面有几十种药材，揉萃调和要反复10几道工序，外面卖的是绝对不会下这种功夫的。怪不得这样好用，既然这套最好，还拿别的做什么？给我拿一套。来，这店里是大、中、小3种盒子。想要单品，口脂和粉霜也是可以单卖的。哎，不必了，给我一样拿10盒，回头我送人用。我们也再去选选，看看别的。看看这个。柳老板，顾家的义举，别人不知，我心里知道。尤其是对我们家将军，是额外的相助。这情分啊，我们周家心里有数。
周夫人，万不可如此。玉茹只想本分的做生意，若是拿什么情分、义举，让周夫人多加照顾，就不是玉茹的本意了。我原本是因为你的东西好，买来送人。这样看来，我必须得多买点才行了。你看啊，你有这样的心胸气度，又肯在生意上下功夫，他日花荣的名头一旦打出去，我想抢都抢不到了。这个，给我来3套，给我也拿5套，还有这个我要10套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郎君，哎，买这么多吃的，什么日子？我的胭脂卖出去了。真的？几套啊？你猜？3套？5套？总不能上了10套吧？连大带小卖了46套，还预定了好些出去呢。46套？你这是店里换风水了？周夫人今天来了，还带了好些朋友来捧场呢。谢天谢地，他可算是来了，要不然我真成罪人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实话，你不会生气啊？贤弟，有一事相求。我母亲收到弟妹送的胭脂，非常喜欢，赞不绝口，想让我过来再采买一番，送给朋友。大哥，我这儿有些为难啊。何事为难？店内胭脂都是我夫人亲手做的，量少金贵，最近生意也好，抢完就没了。而且这东西吧，五花八门，喜不喜欢、适不适合、好不好看，还得上脸试试才知道。周夫人和朋友若是喜欢的话，不如去店里面瞧瞧，亲自试一试。没问题啊。我原本想着，与其把胭脂送到府上，倒不如他们亲自来的，这样全幽州城的女眷都会知道，花荣胭脂那是官府夫人都在用的1等1的好东西。可没想到，没想到周大哥把话带回去，就没了音信。昨日你和我一说，我着急的要命，生怕耽误你生意，这想去找他们。说好了不生气呢。周夫人是个有心人，我还奇怪她怎么一来就带了这么些朋友，原来是瞧破了咱们心思，花了些时日去邀其朋友帮我撑门面。怕是今日幽州城有头有脸的夫人都来了。那这是好事啊。承他的情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是不想欠人情，可他来也只是捧个场，日后生意怎么样，还要看东西好不好？郎君说的在理。另一件事，郎君说的也在理。另一件。哎，姐姐要买什么胭脂啊？我也定不下主意呢。她家装匣呀，有4季、8花、12时，每一样都好看的不得了。妹妹呢？我家娘子啊，听闻这花荣胭脂精美绝伦，特派我前来挑选一眼。是啊，你看这4季多漂亮呀，适时精美。这套呢，就是鼎鼎大名的4季了。您看一眼。送礼呀，是再好不过了。好，当然自己用也是可以的。平常小姐妹聚一聚，你拿4季来补补妆容，那都是别提多体面尊贵了。是挺漂亮的，太精致了。对呀。不过要是自用的话，这套8花也很不错。你看看，哇，礼盒都如此精美。这里面有8款颜色，都是用应时应季的花草取材的，在家里自用啊，都是再好不过的呢。少夫人，为什么周夫人带着官家女眷来了一趟之后，咱们家生意就变得这么好？
昔日楚灵王好细腰，而宫中多恶人。皇宫里的皇后、贵妃娘娘喜欢的妆容、爱穿的衣裙，很快就会在东都流行开来，继而全天下开始效仿。如今节度使丧妻未续，全幽州地位最高的夫人就是周夫人了。周夫人喜欢的东西，自然全幽州的女子都要追捧。生意做成这样，啊，你们还好意思来见赵三爷？还有，这个月的胭脂行的流水这么差，你们几个是不是做假账了？岂敢啊！就是借我们8个脑袋，我们也不敢欺瞒赵三爷呀。三爷，有家叫花荣的铺子刚开张，他把咱们生意抢走了。整个幽州的胭脂生意都在赵三爷手里捏着，怎么，区区一个小铺子就把你们的买卖给搅了吗？花荣胭脂铺，就是扬州来的顾家人新开的那个。是，三爷。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嗨，外府来的愣头青不知好歹，钱没几个，胆子倒不小，居然敢抢三爷您的生意。三爷，这样，我带几个人去把他们铺子给撬。别呀，人家既然会做生意，那是好事儿。有生意，大家一起做喽。啊？还是八花卖的最好。一听说八花下个月就要下架了，人人都抢着买，唯恐买不到。今日有位客人一口气抢6套。人心就是如此，若是随时都能买到，买他的心便不会破解；若是你告诉他马上就买不到了，他便想要即刻入手。还是咱们邵夫人会做生意。那日九思跟周公子说，咱们铺子的生意供不应求，不肯外卖，原是句吹牛的话。我细想着，倒也挺有意思，索性就这样做了。以后，咱们不光装品的名字、颜色、用料要换，就连这外头的匣子也要换，要让人家为了收集匣子，也要一季不落的买。按邵夫人说的，咱们家4季呢是给贵夫人们用的，所以定价是寻常人家1、2个月的月赏，如此方能照顾得到贵夫人们的体面。八花呢是外面一顿好馆子里的饭钱，所以大多数女子在掏钱的时候呢都会想一想，但就算掏了也不至于肉疼。不过咱们12时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啊？明明12时下的工用的料也不差呀。当初我还没嫁进顾家的时候，也喜欢给自己买胭脂，有些颜色明明自己有了，看见差不多的却还是想要。我记得邵夫人那个时候日子过得不好，所以买一盒口纸都要攒1个月的钱呢。所以啊，女子买胭脂不是因为没得使，是要让自己开心。我在给12时定价的时候就在想，若是能让没钱的女孩子也能在咱们铺子里买到开心的东西，那就最好了。